你說大小姐怎麼想的啊？她一个尚書府的嫡长女，怎么会要求嫁到远洋侯府啊？侯府虽然有錢，但小侯爺宗兆失蹤多年，還留下一個8歲的小公子，不僅當寡婦，還得做後娘。估計是那次跌進池子裡中邪了。你們懂什麼？沒老公，有錢花，還能無痛當媽，簡直就是我徐婉上輩子做夢都不敢想的好日子。上輩子我在一所高級貴族中學捲生捲死，好不容易捲成了金牌教師，沒想到竟然在領獎的時候，一腳摔到了這個尚書府最不受寵的嫡小姐徐婉身上。我那繼妹不願意當寡婦，讓我替嫁。一聽有這等好事，我立馬就答應了。小侯爺，您對夫人一見鍾情，今日大婚之日真不回去拜堂嗎？任務為重，我還需要繼續隱藏身份，只能委屈婉兒了。落轎，請新娘子跨火盆。新郎官都沒了，待會兒不會要跟個牌位拜堂吧？竟然是跟着雞拜堂，這婚禮太精彩了，好像還是隻母雞。啊！公雞被陳公子換走了！啊！這熊孩子竟然比現代那些小屁孩還能整活！胡鬧！快去換一個公雞過來！冷靜，徐婉，好日子不是誰都能過上的。忍一時風平浪靜，退一步，一拜天地。天哪！大公雞身上有鞭炮！完了，又是陳公子幹的！他把新娘子的媳婦都炸了！這兔崽子連續2個下馬威，倘若我再忍下去，日後怕是更要得寸進尺了。那個什麼成，今日乃我與你父親大喜之日，你3番2次搗亂，身為侯府主母，今日我便替你父親執行家法。什麼情況？不是說這個徐婉向來懦弱嗎？你敢打我？果然是個刺頭，但在學生面前，老師絕不能先露怯。鬆手！不鬆！娘今天自損1000，也要折你800。放開我！我可是侯爺的兒子。我還是侯爺新過門的媳婦兒呢。論輩分，你還得叫我一聲母親。我才不叫！你這個壞女人！還敢罵我？你耳朵別想要了！這拉誰啊？一邊是夫人，一邊是小公子，我怎麼了？老侯爺到，老夫人到。完了完了！新婚第一天就當着公婆的面揍他們孫子，我這侯府主母的椅子，該不會還沒坐熱就要被休了吧？都站着幹什麼？還不快將他們2人拉開！婉兒見過侯爺、老夫人。哼！壞女人，現在知道怕了吧？晚了！祖父、祖母，這個壞女人拿刀打我，還掐我臉蛋兒，你們趕緊把她趕出去！快過來，讓祖母看看。完了完了，新娘子第一天就打小公子，這下肯定要被厭棄了。誰說不是呢？小公子可是老夫人的心頭肉。果然，不管是現代還是古代，老人都是最心疼孩子的，怪不得這孩子被放縱成這個樣子。祖母，他揪我耳朵，還說要拔光我的頭髮。您看他把我臉掐的都腫了。你做得很好。祖父，你說什麼？祖父，他欺負我，你不罰他？大喜之日，你先是換走公雞，又往人群裡丟鞭炮，把新娘子婚服炸了。換做別人，早把你腿打斷了。祖父，行了，今日之事到此為止，誰也不許再提。看來這老侯爺、老夫人，婉兒，來跟我們去副廳說話。今日婚禮繼續，各位請入席。
婉兒，新婚當日便鬧出这等笑話，讓你受委屈了。婆母言重了，說起來也是我一時衝動，當着满堂宾客與小公子動手，有失體統，還望婆母侯爺莫要怪罪。在情況未明前，示弱並不會顯得弱勢，反而可以拉近好感。安撫家長可是金牌教師的必備技能。你能這樣想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來吧。老爺，這徐婉雖然不錯，但錦城非我侯府血脈，身份特殊，您確定要讓他來教育錦城？你什麼時候見錦城吃過這種虧？這孩子就是教育錦城的救星。父親、母親，請喝茶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過來。這是我當年嫁進侯府時曾祖母傳給我的，今日便給你做見面禮。祖母，這可是您最喜歡的镯子，你要给他。婆母，這太貴重了，一家人不說兩家話。另外，婉兒，我兒宗兆雖然還未歸來，但你已是我侯府明媒正娶的侯府夫人，這是侯府的管家鑰匙。自今日起，管家鑰匙，这玩意儿是多少心腹梦寐以求的。我一个刚嫁进来的新娘子居然能拿，真给我了，真给你。祖母，你怎么能给他？这管家钥匙就是给二房的红衣娘，也不能给他呀。锦城，不可胡鬧，婉兒日後就是你的母親了，有她照顧你，就算你父親不在，你也有人疼，有人管了。可我不需要母親。我從出生就習慣沒有父母了，我現在都8歲了，更不需要了。你這孩子，婉兒，錦城這孩子以後就交給你了，希望錦城以後在你的教導之下，能高中一甲。一甲？天底下果然沒有白吃的午餐，讓這混小子考上一甲，和讓殘疾人復明有什麼區別？老夫人，3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前3名，恕婉兒無才無能，這管家大權我接不了。是啊，祖母，我也覺得不用他管，我自立能力可強了，哪兒用得着他教我？他一看就是沒讀過書的，說不定認的字還沒有我多呢。婉兒，我和侯爺商量過了，只要錦城能高中1甲，我就送你10萬兩白銀。10萬兩？換算一下，這可是1個億啊！要是有了這筆錢，我的躺平生活豈不是指日可待？祖父祖母，你們這是要把整個侯府打包給他嗎？我不同。父親母親，婉兒一定會教好錦城，早日讓他高中1甲的。少夫人，您這是在寫字呀？備課。金牌教師守則第1條，拿錢辦事，專業至上。1個億的補課費砸下來，就算是頭豬，我也要保他上北大。翠芝，我讓你找的東西找到了，少夫人，這是小公子房中今年以來的所有賬目，奴婢盡數整理好了。正月初1坐船遊湖，花銷250兩；初2放鞭炮，嚇死隔壁農舍100隻雞，賠銀子100兩。這臭小子現在人在哪兒？夫人，小公子去酒樓了，還說您要是1日不離開侯府，他就1日不到主院來。出去玩是嗎？跟我擺爛躺平，行，老娘今天讓你玩個夠。隨便吃隨便喝，今日所有的花銷都由我宗公子包了。宗公子豪氣！錦城就是我最好的兄弟，錦城豪爽。果然，外面就是比侯府舒坦。少爺，咱們今天真的不回去嗎？不回，
祖父祖母那麼寵我，我不回去，他们一定会把那個壞女人趕走的。你怎麼來了？喂，你怎麼搶我的錢啊？小公子，夫人說了，自今日起停掉你所有的月銀，誰要是膽敢賒賬或者借錢給你，可千萬不要找到侯府來，侯府不會認的。他憑什麼停掉我的月銀？這個毒婦果然不安好心。什麼意思啊？錦城說要請客，難道是要我們付錢？錦城，你這回可碰上厲害人物了，你繼母直接騎在你頭上撒尿呢。不就是想讓我回侯府聽他訓話嗎？行，我回去就是了，你快把賬先結了。對不起，小公子，夫人說了，你先回去，這賬才能結了。有錢人的生活真是太爽了。夫人，小公子自幼沒有父母在身邊教導，這才調皮了些，還望夫人多擔待。我知道，去把院門開着，別一會兒小公子太激動，把門踹壞了。是。我這輩子絕對沒丟過那麼大的人，都是這個女人故意針對我。她沒來侯府前，我日子過得多快活。現在祖父祖母不在，她就處處找機會欺負我。我一定要給那個女人一個狠狠的教訓。哎呦，喲，回來了。我雖是你母親，但你也不用行此大禮。快起來吧。壞女人，快把銀子還我，不然我就說你苛待繼子。這要是傳出去，你母家的女子都會受到影響。哇，我好害怕哦！不過一頓飯錢而已，你就算一時沒有，你那幫朋友不肯幫你付嗎？我記得你可是沒少請他們吃吃喝喝，如今讓他們回請一頓，又有什麼問題？別在這裝無辜，是他們是沒幫我付，但也是因為今日我說好了要請他們。若不是你，我何至於丟了這麼大的臉？若是被人傳出去，還以為我們侯府多麼摳門，說話不算數。我祖父祖母一輩子的好名聲，差點被你給毀了。你小子這麼會扣大帽子啊！還錢，以後我們井水不犯河水。晚了，婚禮上你害我丟了面子。井水已經犯了河水，無法收場，不可原諒。你到底想怎麼樣？你配合我好好讀書，待你高中一甲，你當你的小侯爺掌家掌權，我拿錢養老，我們各取所需。我不喜歡讀書，也不會去考什麼科舉。你跟祖母的約定，那是你們的事兒，我絕不配合。那可由不得你。劉管家，去把小少爺房裡貴重的東西都收好，免得他把府裡的好東西給抵出去。是。喂，劉管家，你瘋了嗎？我才是侯府的小少爺，你竟然听這個女人的話來欺負我！這個不能搬，這是我最喜歡的躺椅。這個枕頭不行，你拿走了我枕什麼？我的衣服，你们是想讓我光屁股出門嗎？小六子，快攔住他們！小少爺，現在老夫人和侯爺都去了莊子，夫人當家，小的實在扛不住啊。你們無恥，虧我還對你們這麼好。哼，徐婉，你以為這樣我就會乖乖讀書了嗎？我不會放過你的。翠芝，幾時了？回夫人，44刻了。宗景城呢？小公爺在院子裡好好待着呢，還是夫人有辦法。從前小公爺一起來就往外跑，不太对勁啊。夫人，您這是……這混小子昨天被抄了家，今天居然乖乖待在院子裡，用腳趾頭想都知道有鬼。來，幫我挽頭髮。翠柳，去查查宗景城起床後都去了哪裡，見了什麼人，幹了什麼事。是。夫人是擔心小公子想什麼壞點子嗎？哼，那小子機靈着呢。以前對付祖父祖母，只要撒嬌哭鬧就好了。現在換成我這個陌生繼母，只怕會激起他心底的另一種惡。另一種惡？小公子雖然頑劣，
但心性单纯，不会有害人之心吧？人心中都会有恶念，区別在于底線。有人底線低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；有人底線高，有惡念卻沒有實施的膽量。小混蛋，那就讓我看看你的底線在哪兒吧。夫人，不好了，有2个丫头在换衣房打起来了。夫人，2房的红姨娘有东西丢失了，说是二爷生前送給她的。夫人，新招進府的丫頭們聚眾完了，將伙房給燒着了。果然啊，來了。翠柳，先帶人去伙房救火，事有輕重緩急，眼下最要緊的是先保宅院，婢女間的問題都是小事。是。夫人今年才18歲啊，遇到這麼多事還能冷靜自處，老夫人的眼光真好。夫人，我們這邊的事情也要緊啊，怎麼都派人去那邊滅火了？不滅火還等着把整個侯府燒沒嗎？翠芝，把他們2個先押起來，等候發落。夫人為何關押我們？我們是來報信的，何錯之有？別碰我！我可是小侯爺房裡伺候過的丫頭，你們要是敢動我，老夫人回來不會放過你們的。我記得母親說過，夫君房裡沒有任何侍妾通房。她是個什麼等級的丫頭？小侯爺房裡一共2個丫頭伺候，都是3等，比小厮長壽的等級低。紅芍是在小侯爺失蹤後才被提為2等女使，如今被分去了2房院裡做事。夫人有所不知，奴婢雖然名義上是2等，可小侯爺還在的時候，最喜歡讓奴婢貼身伺候了，沐浴、更衣、守夜，哪樣不是奴婢親力親為？說起來，小侯爺失蹤前幾日，夜裡還總拉着奴婢的手說話呢。夫人，您說，這是不是緣分？這是明着說跟小侯爺有首尾啊！林夫人剛進門就遇上這種事兒，這臉往哪兒擱？這是暗示自己是侯爺的人，想用這個來壓我。段位不高，膽子倒是不小。是嗎？那倒是辛苦你了，伺候了這麼久，連個通房都沒混上。你是想說你是夫君的人，我不敢動你？奴婢不敢。不過夫人，萬一小爺哪天回來了，問起奴婢去了哪裡，您說您該怎麼回話呢？小侯爺回不回來那是後話，眼下嘛，既然你這麼惦記夫君，那就送去別莊吧。老夫人日日思念小侯爺，有你在身邊睹物思人，想必會很高興。老夫人身邊規矩大，要是去了莊子，老夫人定然知曉是我讓夫人不爽了，只怕是立馬要被發賣出戶。請夫人收回成命，老夫人跟老侯爺正在外面散心呢，奴婢不敢去打擾。不敢打擾，既然你這麼想當夫君的人，我成全你，送去別莊，也好學學規矩。翠芝，派人將紅芍送去別莊。至於綠如，夫人饒命，奴婢什麼都沒說，奴婢是冤枉的。一併送去，免得那小王八蛋又撺掇另一個侍女來找我麻煩。紅芍，都是你這個嘴賤的害了我！你裝什麼好人？小公子讓你去報信的時候，你跑得比誰都快。果然，人是環境的產物。宗景城身邊有這2個攪事精，怎麼可能乖乖向上？嚷嚷辱罵成何體統？堵着他們的嘴送上車，別丟了我們遠陽侯府的臉。是。住手！我看誰敢動他們！喂，你也太沒禮貌了！這倆人是我派來傳話的，你憑什麼說送走就送走？按身份，你該叫我一聲母親，縱使不喜歡，也該稱呼一聲夫人，而不是畏畏的喊。論起沒禮貌，你更勝一籌。你太過分了！他們是我爹爹最喜歡的2個侍女，你把他們送去莊子，我爹爹回來了怎麼辦？你的意思是我夫君回來，沒他倆就沒法過了？你堂堂侯府夫人和2個丫頭置氣幹什麼？那紅姨娘房裡的東西找到了嗎？還有丫頭們打架，侯府從來沒出過這種事，都是你管家不力。你要是管不好，就趁早認輸。所以呢？
本公子聽說你在尚書府没管過家，管不好也正常。只要你認100句書，再誠懇懺悔，本公子就原諒你，請祖母回來幫你。就这？我還以為你想說這家我管不了，要你來管呢。唉，真是令人失望。我勸你趕緊見好就收，不然這侯府亂起來，沒法跟我祖母交代。小子，你母親我今天心情還不錯，今日就教教你如何管家。不聽，王八念經。翠芝，你帶2個婢女去幫紅姨娘找東西，查清楚東西什麼時候丟的，經了誰的手，若是查到，直接送官。翠柳，你去將打架的丫頭名單列出来，不必打罵，叫人牙子來把人帶走。那些事都是我讓他們幹的，現在一批要送官，一批要發賣。住手！不许去！你们太过分了，他们不过打个架而已，为什麼要賣掉？若這些事兒是你做的，你仗着侯府的縱容，大可拍拍屁股走人。但他們不同，他們沒有你的好出身，犯了錯就會被趕出去，甚至送官。翠芝方才的處置，都是你祖母定下的規矩，大家平日只是不跟你計較，並不是傻子。而我，更不是。這女人是明擺着告訴我，她不會像祖母那樣慣着我。小公子，救救奴婢，奴婢不想被送走！小公子落水了，快來人啊！小公子掉進池塘了！都愣着幹什麼？下去救人啊！夫人，上個月剛修了池塘，水深得很，奴婢不會水啊。我們都不會水。自從這個壞女人來了，我就沒有一件好事。今天她一定在旁邊看着，巴不得我淹死。完了，你要回去啊！留回去！夫人跳下去了，夫人會水。臭小子，你要是敢死，我的一個億找誰要去？小公子呢？被夫人救上來了。小公子，小公子，這可怎麼是好？老夫人和侯爺回來，我怎麼交代啊？別叫了，把他背起來，倒掛，拍他的背。夫人，這是做什麼？想讓他活就照做，快點兒！光把水控出來還不夠，得做心肺復甦。快把他放平在地上。夫人在做什麼？按壓小公子的胸口，這成何體統？你完了！小公子在你手裡沒了，我賤命一條，拉你個紅粉墊背也不錯。賤婢找死！夫人，小公子已經這樣了，你就別再折騰他了。閉嘴！侯夫人害死了小公子，侯夫人害死了小……夫人放心，小公子只是受了驚嚇，嗆了水，脈象已平穩，晚點自會醒來。有勞府尹大人了。夫人，今日若不是您，老奴萬死難辭其咎。別說這些了，他也是我兒子。少爺從小沒了父母，老夫人和老侯爺捨不得管教，這才養成了嬌慢的性子。老奴看着他長大，心裡着急，卻也不敢多嘴。劉管家，少爺只是嬌慢，但人不壞。今日雖說那些事兒是他撺掇的，可當我要發落那些丫鬟的時候，他還是站出來護着他們。這份擔當，不是壞孩子能有的。夫人說的極是，小少爺心地不壞，就是缺個人好好引導。老天爺開眼，讓少爺遇到您這樣的主母，老奴就是死了也瞑目了。您可別這麼說，府裡還指着您呢。我先出去處理些事情，讓他好好休息。夫人慢走。
他竟然誇我有擔當，難道他真的沒我想象中那麼壞嗎？他跳進池塘救我，還給我按胸口。不對，他肯定是為了那10萬兩銀子。宗錦城啊，宗錦城，你絕不能就這樣輕易被迷惑！哼！宗锦城的讀書進度到哪兒了？小公子不喜讀書，到現在還沒有把《三字經》背下來。猜過是個小為盲，沒想到為盲的這麼徹底。尋常孩子7歲啟蒙，官宦子弟3、4歲便啟蒙。宗錦城这小子可真是被溺愛的徹底。看來只能等他病好了再抓緊補課。1個億的大工程，急不得。夫人，回門的東西已經備好了，禮單在此，請您過目。備得齊全。明日一早便出發吧。是。心腹回門沒有夫君，我怕是全京城頭一份。外人怕是卯足了勁兒想看我笑話吧。聽說新侯夫人嫁進來當天就搶了侯府管家權，這手段可不是一般閨閣女子能比的。那可不，人家是刑部尚書嫡女，耳濡目染，懂门道。不过你们可別光羨慕，昨天侯府出大事了。什麼？我有內部消息，侯府小公子昨日落水了。聽說啊，是被一個丫鬟撞進池子裡的。最巧的是，那丫鬟正是新夫人要發賣的人。哦，這下我全明白了，前腳要賣人，後腳孩子落水，這侯府的水太深嘍。我輸了，輸，走一個都。當真，那位侯府小公子落水了，還跟徐婉有關。外頭都傳遍了，說是繼母苛待繼子，才嫁過去幾天就要把人害死。姐姐還真是心急，這侯府主母的椅子還沒坐熱，就鬧出這種事兒。越是鬧得兇，咱們越要表現得慈愛，讓外人看看，是他徐婉不會做人，可不是我們尚書府苛待的。夫人，外頭都在傳，說小公子落水是您。傳就傳吧，可這名聲，我若過得好，繼母才會嫉恨；我若過得不好，她才開心。謠言傳得越兇，她越覺得我日子艱難，待會兒回門反而不會為難我。還是夫人想得通透。走吧。等等。小公子，您来做什麼？本公子想去哪兒就去哪兒，用得着你管？小公子，今日是夫人回門，您跟着去不合適。本公子可不是去給他撐場面的，我是去看他笑話的。尚書府那幫人肯定沒他好臉色，本公子要親眼瞧他怎麼丟人。你若想來，便跟來。不過多雙筷子的事兒，尚書府還是不缺你那口飯的。至於想要別的，沒可能。可惡，這個女人就不能說點軟話嗎？竟然這麼不留情面，虧本少爺還想去給她撐腰。要來就快點，反正沒地方玩，倒不如去尚書府看看有什麼能給她搗亂的地方，最好能找到她的破綻，一舉折服她。天哪！不愧是尚書府嫡長女，這容貌一點不比京城第一才女差。小公子怎麼也出來了？難道是他要陪心腹回門？雖不合情理，但又好像沒毛病。看來侯夫人不止人美，手段也強，看把這小霸王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胡說八道什麼呢？要收拾也是本公子收拾他。小公子收拾夫人，這是主打一個嘴硬嗎？我操，大瓜呀！侯夫人跟繼子不和，繼子被迫陪同回門，侯門大戰一觸即發。這個月的說書先生可有活幹了。夫人，要不要奴婢去解釋一下？
瞧他們傳的速度，怕是能比咱們先到尚書府，恐對您回門不好。无妨，讓他們傳。侯爺，屬下有要事禀報。说，京城里傳遍了，說夫人苛待小公子，小公子昨日落水，險些溺斃，外面都在傳，是夫人故意為之。屬下還聽說，夫人嫁來當日就持刀打了小公子，又停了他的月銀，抄了他的院子，連他房裡的丫鬟都發賣了。侯爺，夫人她……你想說什麼？說婉兒心狠手辣，苛待继子？属下不敢，只是这些事儿傳得有鼻子有眼，屬下怕夫人她……婉兒不是那樣的人。侯爺與夫人不過一面之緣，怎敢如此肯定？你不懂，有些人見一面就知道。鬧事動手，此行怕是要暴露身份了。站住！小賊，你敢偷我錢！哎呦！你屬兔子的，這麼能跑？別打我！這麼小就偷東西，你爹娘怎麼教的？我沒爹，我娘病了，沒錢抓藥。沒錢就能偷，被抓進官府，你娘誰管？回頭再被人打死，你娘還活不活了？起來，跟我走。不要送我去官府，我錯了。誰說要帶你去官府？你拿了我的錢就要去幫我做事，今天不幫我砍10斤柴火，我跟你沒完。去查查他是誰，以後別聽到一點風言風語就風聲鶴唳。我選的人，我心裡有數。屬下知錯了。婉兒，你可算是回來了。母親早已為你備好了酒席，就等着你呢。母親安好。老爺在刑部有事還未歸來，你妹妹在家等了你許久，說你再不來就要去侯府接你了。家中有事耽誤了一會兒，母親不要見怪。那哪能啊，你如今是侯府的管家人，母親為你開心還不夠呢，怎會怪罪你？這位想必就是侯府的小少爺宗錦城，我兒子。他是說的這麼自然，誰是你兒子？果然如傳聞一般活潑可愛，快進來，我讓人特意備了些糕點。小魔王這不給人面子的性子，讓柳氏接觸接觸，也算間接替我出了口惡氣。姐姐，你尝尝這道菜，是我讓小廚房特意給你做的。還有這個，你從前最愛吃的。肥膩的紅燒肉，腥氣重的清蒸魚，還有滿碗的香菜，全是我從前在尚書府最討厭的菜。他們為了惡心我，也是費盡了功夫。小公子，你讓小的去查夫人的喜好，小的都查清楚了。說，夫人她喜歡吃甜的，尤其愛吃桂花糕。她討厭油膩的紅燒肉，聞不得香菜，還對蝦過敏，吃了就渾身起紅疹。那時我只想着調查清楚她的喜好，好捉弄她，沒想到這表面看起來人善的夫人，連這種事情都能用來惡心人。婉兒，這蝦仁新鮮的很，你從前不是最愛吃蝦嗎？來，多吃點。最愛吃蝦，我明明對蝦過敏，吃了就起疹子，這是要給我送進醫房啊！母親記性真好。小公子這是做甚？他不能吃蝦，你不知道？這怎麼可能？婉兒從小最愛吃蝦了，最愛吃蝦，
他明明一吃蝦就浑身起紅疹，你当本公子没查過？尚書府待客的規矩就是往客人碗里塞他不能吃的东西。本公子今日算是開了眼。你也是，別人給你吃什麼你就吃什麼，吃壞了誰給你請大夫？侯府可沒那麼多銀子給你看病。這小子還是個死傲嬌。是，小公子教訓的是。景城，你誤會了，我真的是记差了。行了，別裝了，你這張笑臉比本公子家隔壁那條老黃狗搖尾巴還假。小公子這張嘴，真是罵人都罵得這麼有畫面感。景城真會說笑。走了，回府，這飯吃了怕中毒。母親，景城年紀小不懂事，您別跟他一般見識。改日我再回来看你。邪了门了，真是邪了门了！母親，您別氣壞了身子。我怎麼能不氣？早知道就不給他嫁侯府這個選項了。本想讓他過去當個寡婦，有名無實，誰知道侯府那老婆子瞎了眼，當天就把管家權交給他了。母親，您跟她置什麼氣？她嫁過去一輩子就是個寡婦，有名無實，就算有管家權又怎樣，還不是替別人做嫁衣？話是這麼說，還有那個小少爺，一看就是個被寵壞的混世魔王，今天在席上鬧成那樣，回去還不知怎麼折騰他呢。母親您等着瞧，他日子肯定越過越差。也是，侯府的日子岂是那麼好過的？就让他得意几日，早晚有他哭的时候。回头讓人盯着侯府那邊，一有風吹草動，立刻報給我。是。你別誤會，我可不是幫你，我就是看不慣他們那副假惺惺的嘴臉。還有，你萬一吃出毛病來，誰給我發月銀？是，都是為了月銀。夫人，小少爺真是太會說話了，奴婢覺得您那繼母今晚怕是要被氣得燒叫了。我那繼母雖然壞，但口齒簡單，換個厲害點的可就不行了。夫人如此聰慧，從前怎會被這樣的人欺負？從前是不想爭，覺得當個鹹魚躺着歇歇也挺好的。那如今呢？如今也不想爭啊？那您今日这是？自然是為了我那1億計劃。1億計劃？錦城這孩子性格傲嬌，我若強制按着他學習，他必然不肯聽話。經過今日這一輪，他自然知曉了什麼是好，什麼是壞。再加上他也知道了我和他同病相憐的過去，就算他表面再怎麼傲嬌，心裡只怕也軟了。原來夫人從讓奴婢去透露給小公子您的喜好的時候，就算計好了。夫人真是深謀遠慮，也不算算計，只是順水推舟。金牌教師守則第4條，要想學生聽你的話，先讓他覺得你和他是一邊的。那小少爺日後是不是就肯乖乖讀書了？還早，他只是心裡軟了，嘴上還硬着呢，得慢慢來。夫人打算從哪兒開始？首先，得把他的月银和讀書掛鈎；其次，把他院子裡那些狐朋狗友清理乾淨；最後，找個他打不過又罵不贏的夫子，天天盯着他。誰在說小爺壞話？哟，今晚伙食不错啊！你怎么不吃？又没人给你下毒？没什么，不太餓，你吃吧。他怎么了？在尚書府也沒見他吃，回來還不吃。
要餓死自己啊？哼，不吃拉倒，饿的是你自己。翠芝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做不好这个侯府主母？夫人何出此言？您做得很好啊。好什么呀？想当初我在尚书府连饭都吃不饱，哪学过管家，哪懂得教孩子。老夫人把锦城交给我，我要是把他教壞了，怎麼對得起他老人家？今天回門你也看到了，尚書府那母女倆恨不得我死在外面。我從小就沒娘，繼母連件厚衣裳都不給我做，冬天凍得睡不着，夏天熱得起痱子。夫人，好不容易嫁進侯府，以為能過幾天安生日子。他要是肯讀書，將來侯府才有希望。他要是不肯，我怎麼有臉見老夫人？他小時候過得這麼慘，他連飯都吃不飽。夫人，小公子走了，您這戲演的，奴婢差點真信了。他沒娘，繼母虐待他，吃不飽穿不暖，還要管這麼大個侯府。算了，看在他這麼可憐的份上，本公子就給他個面子，去讀2天書好了。就2天？不行，不能就這麼便宜他，我得把月銀要回來。誰啊？喂，本宮也想過了。我去讀書，但是你得把我的月銀還給我。你想要多少？錢多少就是多少，100兩，少1文都不行。不行。你20兩，1個月。20兩？你打發叫花子呢？我吃頓飯都不夠。你一個8歲的孩子，吃穿用度府裡全包，要那麼多銀子做什麼？拿去請那幫狐朋狗友吃喝玩樂。我自己有數。20兩夠你買書買筆墨，偶爾出去吃頓飯也夠了。你要是嫌少，那就10兩。你這是趁火打劫！你可以選擇不讀書，月銀還是0，我也省心。20兩就20兩，但是你得答應我，不許再扣我下人的月薪。成交。錦城，又怎麼了？謝謝你今天在尚書府幫我。我才沒幫你，本公子是怕你被毒死了，沒人給我發月銀。夫人，小公子這嘴硬的毛病，怕是比他的功課還難治。答應讀書就是進步，不過20兩1個月他都嫌少，看來還真是不知民間疾苦。必須得想個辦法讓他知道，銀子不是大風刮來的。這什麼破車？本公子的馬車呢？今天坐這個。本公子不坐。那你可以走着去，反正路也不遠，也就10來里地。算你狠！你到底要帶我去哪兒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你帶本公子來這種地方？你不是嫌20兩少嗎？我今天就讓你看看20兩在這裡能過什麼樣的日子。夫人，您來了，這位就是小公子吧？老趙，今天就麻煩你了，讓錦城跟你家柱子待1天，他做什麼，錦城就跟着做什麼。什麼？你要本公子跟這個？柱子，快給公子問好。公子好。你今天要是能在這裡待滿1天，不哭不鬧，下個月的月銀我給你提到30兩。本公子又不是小屁孩，我才不會哭，待就待，誰怕誰？好，傍晚我來接你。喂，你早點來。好。我倒要看20兩在這裡到底能過什麼樣的日子。公子，您要不要跟我去砍柴？帶路。到了沒？本公子走不動了。到了，就是這兒。這就是你說的砍柴的地方，就這幾棵歪脖子樹？這是最近的，以前這兒也有好樹，後來都被砍光了。砍光了？貴人用的炭火都是上好的木頭燒制的，這附近能燒炭的樹早就被砍完了。那一棵樹可以出多少炭？一棵大樹大概能出10斤，小樹就不行了。今年天冷，
侯府1個月大概要燒200斤炭。200斤？那不得砍20棵大樹？不止，砍下來還要劈，還要曬，還要燒。20棵樹能出100斤就不錯了。那100斤炭能賣多少錢？普通的炭大概500文，侯夫人心善，給我們漲了100文，現在600文。600文？才600文？小爺，我平時隨便打賞個下人都要1兩銀子，1兩銀子可是1000文，才600文，那豈不是連本公子一頓飯錢都不夠？600文夠我們家吃1個月了。600文夠他家吃1個月，我昨天砸碎的那個碟子，恐怕都夠他們吃3個月了。公子，您坐這兒歇着吧，我去砍柴。誰說本公子要歇着了？砍就砍，誰怕誰？夫人，小公子從來沒幹過這種粗活，他細皮嫩肉的，哪受得了這個？受不了也得受，人就是要吃點苦，才知道日子是怎麼來的。可是，你看他不是挺精神的，讓他砍，砍累了，晚上吃飯就香了。金牌教師守则第5條，纸上得來終覺淺，覺知此事要躬行。1億的 KPI， 先從讓他知道1文錢難倒英雄漢開始。這什麼破樹，這麼硬？公子，您這樣不對，要斜着砍，不能直着劈。柱子，你看，本公子砍得怎麼樣？公子小心，樹要倒了！进城！公子，你有沒有事？我沒事。反倒是你流血了。珠子，你流了好多血，你等着，我去找大夫。公子沒事就好，我命賤，流點血也不礙事，過2天就好了。什麼叫不礙事？流這麼多血，萬一死了怎麼辦？建成，珠子，你們怎麼樣？你怎麼來了？我要是不來，你出事怎麼辦？剛才那樹差點砸死你，知不知道？珠子的胳膊怎麼了？没事，就划了一下。傷得不輕，得去看大夫。不用的，夫人，真的不用的，回家拿草木灰敷一敷就好了。不行，万一感染了怎麼辦？走，我帶你去看大夫。你倒是走啊！看大夫又不是要你命。看大夫太貴了，我攢了好久的錢，是打算用來讀書的。這點傷真的不算什麼，不能把錢花在看大夫上。讀書有這麼重要嗎？比你的身體還重要？重要。只有讀書我們才能翻身。我爹說，我們這種人家一輩子給貴人燒炭送柴，抬不起頭。只有讀書才能走出這座山，才能讓別人看得起。原來我不屑一顧的讀書，竟然是別人夢寐以求都求不得的東西。難道我真的錯了？珠子，今天這個事兒是錦城的責任，樹是他砍的，砸到你是侯府照顧不周。你看病，侯府出錢。不行，我爹說了，不能拿公子的東西。你要是不肯，那從今天起，侯府就不買你家的炭火了。夫人，您不能不買，我們家全靠賣炭的錢過日子。那你跟我去看大夫，你答應了，炭火繼續買；你不答應，我就不買了。我去。你還愣着幹什麼？扶着他。小公子，你不用扶我的，我能走。闭嘴，走你的路。珠子的話，怕是比说教100句都有用。沒什麼大事，皮外傷，養幾日就好了。這幾日別沾水，過幾天來換次藥。大夫，要多少錢？500文。我就知道，看病肯定很貴。你不用擔心，本公子出錢。喂，你先
垫上，回去还你。谢谢小公子，谢谢夫人。多大点事儿，别哭哭啼啼的。你刚才说你攒钱读书要多少钱？3两银子就够了，树熏2两，笔墨指望1两，省着点用，能用1年。1年？3两银子够柱子读1年书，还不够本公子买只鸟笼。你攒了多久？3年了，还差半两。喂，你不是说要给我涨月钱吗？不用给我涨了，拿去给柱子读书用吧。不行，小公子，这可使不得。您的月钱是您的，我怎么能……你必须得要。你今天救了本公子，我宗锦城从来都是有恩必報的。柱子，你不要有心理負担。锦晨最近也要去上學了，正好缺一個書童，你陪他一起讀書，幫他研墨整理書冊，這銀子就算是侯府給你開的工錢，好不好？夫人，我真的可以嗎？只要你肯學，沒有什麼不可以。謝謝夫人，謝謝小公子，我一定好好讀書，一定好好伺候小公子。你快起來，跪什麼跪？走吧，送你回家，跟你爹說一聲。夫人，我真的能跟小公子一起讀書嗎？我沒有做夢吧？你都問第8遍了，煩不煩？我怕一醒來就沒了。真的，比真金還真。爹，我能讀書了！爹，我能讀書了！駕，都給本少爺讓開！臭老頭，誰讓你當本少爺的路？羅耀，你給我站住！宗錦城，你怎麼在這兒？你他媽撞了人就跑！我急着去打馬球，誰讓這老頭不看路？我沒找他算賬就不錯。對了，錦城，你去不去打馬球？張雲飛新得了一匹好馬，咱們去賽一賽。打你的頭！你把人家爹都要撞死了，還打球！這種賤民，死就死了，大不了我賠點錢。誰要你的臭錢？我爹要是有個3長2短，我跟你拼命！小兔崽子，活膩了！我看誰敢動珠子，放手！宗錦城，你發什麼瘋？居然護着2個賤民！這位羅耀公子，柱子是我家宗錦城的書童，他就是我們侯府的人。你當街縱馬撞人，還想一走了之？哦，你就是宗錦城的新後娘吧？聽說侯府的老夫人要你帶宗錦城考上醫甲，搞笑呢吧？誰不知道宗錦城最不愛讀書，連《三字經》都背不全，哪來的書童？我看你還是趁早放棄吧。宗錦城根本讀不好書，你放屁！我不僅會讀書，我還會考上醫甲，當上大官，把你這種渣子抓起來吊打。你考醫甲？宗錦城，你連先生都被你氣跑了3個，你要是能考上醫甲，我羅耀給你當馬騎。你等着。翠柳，去請大夫，馬上送到侯府去。是。無聊，等你真考上醫甲，再來跟本少爺叫板吧。不過我看這輩子是沒指望了。下次別讓我碰到你。羅耀，你給我記住，總有一天我要讓你跪着給柱子爹賠罪。先救人。
你爹不会有事的，我宗锦城一定管到底。罗耀说我是废物，读不好書，柱子为了读書命都不要。我每天锦衣玉食，却连学堂都不愿意进。我宗锦城要是再不好好读书，连柱子都不如。喂，那个，明天開始，你給我請個夫子吧。這小子終於憋不住了。好。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樂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讀得怎麼樣了？本公子在背呢，沒看見嗎？背？你才讀了1遍，怎麼背？這有什麼背不了的？讀1遍就記得住啊。那你背這段聽聽。子曰：吾十有5而志於學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順，70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我去，這小子竟然是個過目不忘的天才！小公子好厲害，我讀10遍都記不住。哼，這算什麼？本公子要是認真起來，嚇死你們！確實不錯。那你知道你背的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嗎？這有什麼難的？就是孔子說他15歲的時候立了志，30歲就站起來了，40歲不迷惑，50歲知道天命，60歲耳朵順了。你笑什麼笑？本公子說的不對嗎？對，30歲就站起來了。不背了，你趕緊給我找夫子，找個能講清楚的。這種破書誰看得懂？好，不笑了，你別生氣，把書拿來我看看。原文下面一個注釋都沒有，全是乾巴巴的正文。現代人買教輔書比正課書還多，這古代倒好，讓一個8歲孩子直接讀原文，能懂才怪。行，這下我知道要給你找什麼樣的夫子了。什麼樣的？你等着就是了。侯府承聘夫子1名，要求如下：凡參加科舉考試3次以上，均為中第者，優先錄用。什麼？考不上科舉的優先？我沒聽錯吧？別家請夫子都是請舉人、進士，侯府怎麼專挑考不上的？這侯夫人怕是腦子進水了。混世小魔毛，考一甲，考不上科舉的，能教出什麼好學生？這是真的，我考了7次都沒中，豈不是最優先？會不會是戲弄咱們？哪有放着舉人不要，專挑落地秀才的？諸位沒有聽錯，夫人說了，她不要只會讀死書的夫子，要的是真正把書讀透了的。考不上科舉，不代表教不好學生。在下姓沈，名文遠，參加科考11載，連鄉試都未過，不知可否一試？找考不上的夫子，這女人是不是有病？再小聲，我也聽得見。你要是覺得不行，那一甲的事就算了，10萬兩，老夫人也省。隨便你。小公子，我覺得夫人一定有她的道理。有什麼道理？我看她就是摳門，不想給夫子多花錢。學生沈文遠見過夫人。沈先生，請坐。我且問你，30而立何解？常人以為30而立是成家立業，站住腳跟，但孔子所言乃是立於禮，立於道。30歲之前學的是知識，30歲之後立的是根本，心中有道。這個夫子好像跟以前那些只會讓我們死記硬背的不太一樣。母親，您聽說了嗎？徐婉給那個小魔王找了一個考了11年都沒中的窮秀才當夫子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哦，11年都沒中。女兒聽說那秀才連鄉試都沒過，窮得叮當響，一身衣裳洗得發白。我看徐婉就是故意的，想要養廢那個孩子。她嫁過去才幾天，就鬧出這麼多笑話。先是小公子落水，現在又找個落底秀才當夫子。你祖父當年說的對，沒娘教的孩子就是上不了台面。母親，咱們要不要把這事傳到侯府老夫人耳朵裡去？老夫人要是知道他給那個小混蛋找了個廢物夫子，還不得氣死？不錯，找人去別莊，把這事原原本本告訴老夫人。記住，要說的委婉些，就說侯夫人心疼銀兩，不捨得請好夫子，隨便找了個落地秀子應付功課。這樣一來，老夫人肯定要收回她的管家權。這個小賤人，出嫁了就開始不受管控了。
不好好教訓他，他还真以为自己是侯府的主人了。夫人，学生才疏学淺，自知配不上侯府的体面。夫人若是不满意，学生这就告辞。沈先生留步，我找你自然有我的理由。你就是最合适的人。夫人，学生实在不明白，那些举人进士哪一个不比学生强？沈先生，我问你，那些考中举人进士的人，如今都在做什么？自然是候补官职，或者入翰林院深造。对，他们想的是怎么做官，怎么升迁，哪有心思放在教书育人上？就算来侯府当夫子，也不过是应付差事，等有了好缺就跑了。但你不一样，你考了11年，天天琢磨的就是怎么把書讀透，怎麼答題，怎麼破題。論對科考的理解，那些一次就中的舉人未必比得上你。最好的老師一定是最懂考試的人。11年落地經驗，放在現代絕對是金牌高考名師。老爺，婉兒給錦城找了個考了11年都沒中的落梯秀才當夫子，外面都傳遍了，說侯府沒銀子請好先生，丟人現眼。你就知道恩。那夫人認為該怎麼辦？錦城身份特殊，我看我還是趕緊修書一封，去求白鹿書院的朱夫子出山吧。我反而覺得不應該這樣。婉兒是個心裡有章程的，她行事必有道理。你怎麼這麼相信她？她才嫁進來幾天？難道你沒發現婉兒才入府幾日，就讓錦城同意請夫子念書了？確實，要是以前找夫子來給錦清上課，是大鬧一頓，非要氣走人家才罷休。這次反而學乖了，竟然老老實實去了書房。這肯定是婉兒的功勞，她怕是沒少在錦城身上下功夫。你說的對，是我一時心急。婉兒那孩子看着就不像沒分寸的人。那就再等等，看看婉兒能把錦城教成什麼樣。好，聽你的。臭小子，就知道給你爹我出難題。誰？父親，是我。赵兒，你沒死。兒子不孝，讓父親擔心了。6年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母親哭了多少回？兒子知道，但兒子身負皇命，不敢泄露行蹤。皇命？兒子當年在戰場上被俘，本以為自己必死無疑，沒想到太子殿下派人潛入敵國營救，讓兒子以假死脫身，潛入敵國，為朝廷刺探情報。你這8年都在敵國？不錯。如今事情快辦完了，太子殿下允我近日便可歸來。真的？什麼時候？快了，但還不能打草驚蛇。父親，兒子這次冒險回來，除了報平安，還有一件事求您。你說。替兒子娶一房媳婦兒。什麼？她叫徐婉，是刑部尚書府的嫡長女。你這孩子8年不回家，一回來就讓老子給你娶媳婦？有勞父親了。你来幹嘛？這個月的月銀20兩。算你識相。別亂花。知道，你好羅。臭小子。走，本公子請你們去醉仙樓吃飯。公子，醉仙樓一道菜要5兩銀子，咱們3個月的月錢都不夠點一個菜的。也對，
那个可惡的女人現在不准我賒賬了。那你說，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本公子想吃點好的怎麼辦？公子，您跟我來。就這兒。公子，您別看攤子破，王婆婆的餛飩可好吃了，我爹每次進城送貨都要來吃一碗。這也太好吃了吧！公子，我沒騙您吧？勉勉強強吧。喲，這不是咱們的宗大公子嗎？怎麼蹲在路邊吃這種賤民吃的東西？這什麼味兒啊，宗錦城，你繼母連頓像樣的飯都不給你吃了，把你餓成這樣，連這種泔水也敢吃？錦城啊，你也別太難過，畢竟繼母嘛，有幾個是真心疼孩子的。你趕緊寫信給你祖母，讓她滾出侯府。你少在這兒狗叫！錦城，你罵我幹什麼？你胡說八道！小爺我沒揍你都算不錯了。我怎麼胡說八道了？外面都傳遍了，你繼母許婉科待你。外面傳的是外面傳的，你親眼看見了。他給我請夫子讓我讀書，每個月還給我20兩銀子，20兩。你知道朱子家一個月才花多少？600文。我疏通朱子為了3兩銀子攢了3年，我一個月20兩抵得上尋常人家1年的開銷，這哪裡算得上苛待我？你是不是被那個繼母打傻了？他扣你銀子，抄你院子，你還替他說話？你現在怎麼變得這麼窩囊？被一個繼母拿捏得服服帖帖，傳出去，咱們圈子裡臉都被你丟盡了。你再這樣，咱們就別做兄弟了。好啊，你說什麼？羅耀，你還記不記得你騎的這匹馬是誰送你的？這是去年你過生辰，本公子花了800兩從北邊給你弄來的。還有你，張雲飛，上個月你在賭房輸了500兩，被人堵在巷子裡，也是我替你出的銀子。錦城，說這幹嘛？都是兄弟。兄弟就是在本公子落魄的時候踩一腳，兄弟就是當着本公子的面罵我家裡人。他又不是你親娘，他再怎麼樣也是我宗家的人，輪不到你來指手畫腳。羅耀，把馬還給我。什麼？我說把馬還給我。你騎着我送的馬，吃着我請的飯，轉頭就罵我家裡人，你這種人不配做我宗錦城的兄弟。宗錦城，為了一個後娘，你跟兄弟翻臉，我看你是被豬油蒙了心，我今天就打醒你這個豬腦子。住手！都給本夫人住手！讓我看看我的兒怎麼被打成這樣。母親，宗錦城不知道發什麼瘋，非要跟我打架，看把我打成什麼樣了。明明是你欺人太甚，放肆！主子說話，哪有你一個下人插嘴的份兒？他是我的人，怎麼就說不得你兒子了？況且他又沒說錯，明明是你兒子先罵我家人的。哦，是嗎？我兒素來乖巧，又有我親自教導，從不惹是生非。倒是你，宗小公子，全京城誰不知道你京城第一紈絝的名頭？你說我兒子罵你，可有證據？他這是拐着彎罵我沒有娘親教養。若是沒有證據，就麻煩小公子給我兒道歉，否則別怪我不講情面，送你去見京兆府尹。劉夫人真是好大的威風啊！只是欺負一個孩子，算什麼本事？侯夫人來得正好，你家這位當街行凶，打傷我兒，我實話實說，怎麼就算欺負你兒了？侯夫人方才還口口聲聲找我兒要罵人的證據，那夫人可能拿出我兒傷人的證據。這還用什麼證據？你兒子打人，這四周的人可全都看見了。既然諸位都看見了，想必也清楚事情起末，不知哪位好漢願意站出來幫我兒洗清罪名？我侯府願意出100兩銀子，只為求一個真相。天哪，這娘們吃錯藥了，今天怎麼這麼大方？我兒錦城是侯府未來的主人，
他的名誉關係侯府清譽。若有人願意站出來，我侯府不僅願意百兩酬謝，並保他平安無虞。徐婉怎么這麼較真兒？不是說他被柳氏養廢了嗎？侯夫人，小人看見了。你一個賣糖葫蘆的也敢多嘴？老人家別怕，你只管說，侯府替你撐腰。回禀兩位貴人，的確是這位羅公子先罵人的。他不僅罵宗小公子窩囊，還罵了侯夫人。小公子氣不過，一說把馬要回來，羅公子就打了他。劉夫人，還需要更多證人嗎？還是你想說，這位老人家是我侯府特意花錢安排的？侯夫人說笑了，小孩子打打鬧鬧，何必鬧這麼大？夫人這是在怪我咄咄逼人？哼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心裡有數。哦，我自然是有數的，就是不知道夫人对令兒做的事情有沒有數。我兒子怎麼了？徐婉，你不要蹬鼻子上臉。說來也巧，今日正趕上我府半年一次的清賬，方才來得匆忙，隨手就把賬本拿来替我看看。夫人不妨說是我兒子锦城的開銷，為何我細看下去，竟然全進了你兒子的口袋呢？今年1月，羅耀公子生辰宴請醉仙樓120兩，錦城結賬。3月，羅耀公子買北渡良居1匹800兩。還是錦城付的。劉夫人，光是這半年，令公子吃喝玩樂花的銀子將近2000多兩，可都是我兒子掏的。這筆賬咱們怎麼算？還有，前幾日令公子在城東縱馬撞傷了一個賣菜的老翁，人現在還躺在侯府的醫館裡，醫藥費、養傷費，侯府已經墊了80兩。你真撞人了！就蹭了一下。徐夫人，這都是小孩子不懂事，您大人大量，何必跟孩子一般見識？劉夫人說的對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可大人得懂事啊。您看，這銀子是您主動結，還是咱們去京兆府讓大人斷斷？縱馬傷人，按律可不只是賠錢的事。侯夫人說笑了，小孩子之間打打鬧鬧，何必傷了和氣？這是2000兩，多的就當給錦城賠不是。果然還是劉夫人通情達理，婉兒謝過了。不過有句話我得說清楚，我兒子今後由我管教，不勞夫人操心。是。這就是有娘親護着的感覺嗎？讓你闖禍，讓你縱馬，讓你賭錢！娘，別打！罗耀，你也有今天！笑什麼笑？宗錦城，你以為你比我好到哪兒去？別以為你這個繼母今天替你出頭就是真為你好。我娘說了，她要是真心疼你，會給你請一個考了11次都沒中的窮秀才當夫子。全京城誰不知道，她就是在糊弄你，做做樣子罷了。住口！誰讓你說這些的？羅公子，你母親說的對，那位夫子確實考了11次沒中。不過，我也想問一下劉夫人，令公子請了白鹿書院的夫子，1對1教了3年，怎麼到現在連白鹿書院的邊兒都沒摸到呢？你懂個什麼？白鹿書院可是京城最好的書院，又不是只有我考不上。宗錦臣連書都不讀呢，你還給他請一個垃圾夫子？這你就不懂了。我兒他天資聰穎，讀書自有章法，別人花3年5年未必能成的事，他隨便讀一讀，區白鹿書院根本不在話下。喂，你吹牛幹嘛要帶上我？白鹿書院可是京城最好的書院，我雖然過目不忘，可是夫子也說了，我積累不夠。放心，山人自有妙計。喂，宗錦臣，你們在那兒嘀嘀咕咕，是不是你也知道你爛泥扶不上牆？罗耀，你少在那放屁！小爷我今天还就告訴你了，你考了3年都没进去的白鹿書院，本公子隨便一考就能进。吹牛？誰不會？等你考上再說。你們兩個光說有什麼勁兒？倒不如打個賭。行啊，那就賭今年白鹿書院招生考試，誰要是沒考上，誰就給對方當馬騎，繞着書院爬一圈。這賭太大了，都瘋了吧？有好戲看。好，一言為定，誰反悔誰是孫子。驷馬難追。小公子，這是怎麼了？愁眉苦臉的。別提了，都怪徐婉那個女人，在外面亂說話，說什麼我隨便學一學就能考上白鹿書院。夫子，
我根本就沒戲吧？人家羅耀學了3年都沒考上，我才學了幾天，這回丟人丟大了。原來是為這個事情啊！唉，夫子，您就別笑了，到時候我真給人當馬騎，您臉上也沒光。小公子，夫人這麼聰明的人，您覺得她會想不到這些？您看，這是什麼？這是白鹿書院歷年的入學考題？不止，還有每届考生的答題範本、考官的批注以及夫人的分析筆記。這上面每道題旁邊都標注了考點、常見失分點，只要把這些吃透了，比死記硬背10本書都管用。他什麼時候弄的這些？從您答應讀書那天起，夫人就讓人去搜羅歷年史題了。她熬了好幾個晚上，親自做了分析，才交到我手上。他背地裡為我做了這麼多，夫子，這些我全背下來，能考上嗎？背下来能及格，要吃透，得下功夫。本公子最不怕的就是下功夫。羅耀，你等着給我当馬騎吧。起来了，再睡就来不及了。再睡1刻鐘。今天要考試，白鹿書院，你忘了？考試？今天？不然你以為我一大早來叫你幹嘛？完了完了，昨晚看書看得太晚，腦子還是糊的。先吃飯，吃完了腦子就清楚了。1根油條，2個煎蛋，這是什麼吃法？這叫100分套餐，吃了就能考滿分，不對，名列1甲。子不語怪力亂神，您老人家還相信？要是不吃我就端走。哎，別，我吃。慢點吃，沒人跟你搶。本公子趕時間，得早點去考場，早點適應環境。等等，別緊張，你準備的夠充分了，正常發揮就行。誰緊張了？本公子才不會緊張。小公子，這是夫人讓我連夜抄的，考前必備30題，路上再看一遍，鞏固鞏固。知道了，夫子，您就別送了，回去等我的好消息。出發。夫人，小公子這孩子天資是真高，這幾個月下的功夫頂得上別人2、3年。這孩子缺的從來不是腦子，是方向和動力。有了目標，比誰都拼。夫人，等小公子考上白鹿書院之後，您有什麼打算？先讓他把基礎打牢，然後參加童子試、會試、殿試。1甲不敢說，2甲應該沒問題。夫人這是要小公子一路考到進士？不然呢？老夫人那10萬兩銀子總不能白花。喲，這不是宗大公子嗎？還真來了。怎麼，你能來，我不能來？我來是正常的，你來是來丟人的吧？走着瞧。前面的，走不走？锦城那孩子，以前連學堂都不願意進，現在居然主動去考白鹿書院。婉兒，這都是你的功勞。我早就說婉兒是錦城的救星。父親母親過獎了，其實都是錦城自己爭氣，我只是在旁邊敲敲邊鼓。好孩子，聽劉管家說，你為了他熬了好幾個晚上整理試題，真是苦了你了。那都不算什麼。回來了，小公子回來了。
我的乖孙瘦了，真瘦了，脸都尖了。祖母，我没事。婉儿，你给他吃什么了？怎么瘦成这样？他最近为了准备考試，每天只睡2个时辰，能不瘦吗？谁说的？本公子明明睡得很好。考得怎么样？有把握吗？那当然，还行吧。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输得起。才不会输。那个，你要是心疼小爷，以後天天給小爺做那個意甲套餐。什麼是意甲套餐？就是油條和煎蛋，味道還不錯。好，祖母讓人天天給你做。行，考上了，天天給你做；考不上，連饅頭也沒有。娘，好消息！慌慌張張，成何體統？娘，老夫人和老侯爺回侯府了。早就該回府了。侯府這麼大攤子，豈能由徐婉這種死丫頭為非作歹？不止如此啊，前段時間那個小魔王和鎮北侯府世子打了一架，倆人打賭，誰要是考不上白鹿書院，當馬騎繞書院一圈。這事情傳遍京城，所有人都等着看笑話呢。讓那個不學無術的紈絝考上白鹿書院，還不如讓母豬上樹，這是注定要把侯府的臉踩在地上。也難怪他們二老趕緊回府。我看徐婉主母的位置是徹底要保不住了。走，去找你父親提前打個招呼，免得他被休之後又回府上膈應人。這人可真夠多的。白鹿書院學風優良，老院長周夫子乃是3代帝師，桃李滿天下。每年來報考的學子少說幾百人，錄取不過50餘。這應該就相當於王府井小學吧。果然古往今來最捲的就是教育資源。別怕，考不上也沒關係，你還小，明年再來。誰怕了？本公子是在想待會兒怎麼嘲笑羅耀。諸位肅靜，白鹿書院今科錄取名單現在開始公布。第43名陳子安，第42名周明遠，第41名羅耀。啊！娘，你聽見了嗎？第40名我考上了。好孩子，娘就知道你行。喲，宗大公子也來了，怎麼還把你們家老夫人也帶來了？是怕輸了以後有老夫人給你撐腰，就可以不認賬嗎？小混賬住嘴，那可是侯府老夫人。怕什麼？賭約是當街定的，誰反悔誰是孫子。老夫人莫怪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口無遮攔。婉兒，認什麼賬？他們說的賭約是怎麼回事？婉兒，錦城畢竟剛開始讀書，指望他一次就考進白鹿書院，是不是有些誇張了？婆母放心，我對錦城有信心。要是錦城沒考上，拼了我這張老臉，也不能讓他給別人當馬騎。說起來，我那塊御前賞賜的免死金牌放哪兒了？看你能得一到幾時。李文遠、趙子恆，最後一位顧延之。以上是錄取名單，共計50人，恭喜諸位。怎麼會沒有我的名字？喲，沒聽到自己的名字吧？宗錦城，你輸了。什麼時候給我當馬騎，繞着書院爬一圈？說話可要算數。等會兒，我記得白鹿書院每年考試的前10名是要單獨貼紅榜公布的。這位學子是不是還有一份榜單？這位夫人說的對，前10名的詳細排名會單獨張榜公示。宗錦城，你還指望自己考進前10？你才學了幾天，別搞笑了好嗎？你要是能進前10，本公子當場把這匹馬吃了。小公子是第10名，宗錦城第10名。不是，這怎麼可能呢？我不信！
肯定是作弊。罗公子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你说锦城作弊，可有凭证？这还用证据？全京城谁不知道他是第一纨绔？他突然考进前10，不是作弊是什么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回家。我不走，他就是作弊，肯定是侯府找了关系，暗箱操作。罗家小公子，你说我侯府暗箱操作，可有凭证？白鹿书院3代帝师长院，历年招生秉公无私，你这是在质疑老院长的清誉。我不是那個意思。當着這麼多人的面，無憑無據指責我孫兒作弊，污我侯府清明。要不要咱們一起去京兆府，請府尹大人評評理？老夫人息怒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口無遮攔，您大人大量。老夫人，宗小公子的試卷是學生親自收取、親自密封、親自送交閱卷堂的。若有人質疑，學生願以書院名譽擔保，宗錦城的成績或真。羅耀，願賭服輸，你輸了。娘，賭約是你們自己定的，輸了就想賴賬。你羅家莫不是看我侯府無人，便折辱我孫兒？老夫人，我們不是這個意思。耀兒，趕緊給宗公子道歉，快點！你要是再不道歉，你父親回府也會把咱娘倆給弄死。老爺，你這是何故？我問你，婉兒將被侯府休棄的謠言是不是你傳出去的？老爺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怎麼可能幹這種事情呢？柳婷，你當我是個傻子不成？這些年你對婉兒如何，真當我不知道是嗎？老爺，夠了，我不想聽你解釋，我只警告你一次，婉兒現在不再是之前任你拿捏的那個婉兒了。你若還想保住你夫人的位置，就給我老實點，別再犯蠢。聽懂了嗎？哼！娘，你怎麼樣？徐婉那個賤人又幹什麼事情了？惹得你父親發這樣大的火？宗錦城他居然真的考上白鹿書院了，還是第10名。整個京城的人都震驚了，都說徐白教子有方。今日上朝的時候，老侯爺拉着父親說了好久呢。憑什麼？那個賤人到底憑什麼？徐婉，我不會放過你的。表姑娘，您可要為臣婦做主啊！那侯府欺人太甚，當眾羞辱我兒，還拿京兆府押人，逼得我兒當眾……行了，你兒子當眾人跟人打賭，輸了不認賬，還污蔑人家作弊，真當本宮不知道嗎？表姑娘，您都知道了，滿京城都傳遍了，你還好意思來哭訴？回去好好管教你家兒子，願賭服輸，別給我羅家丟人，再讓本宮聽見你們在外頭嚼侯府的舌根。休怪本宮不講姑嫂情面。是臣婦叨擾，臣婦這就告退。這孩子，你都聽見了，倒是爭氣，才學了幾個月就考了第10名。是啊，有其父必有其子嘛。好好的，哭什麼？京城的孩子剛出生就差點沒保住。又是改名，又是寄養，他長到今天，我連頓長壽麵都沒有親手給他做過。我知道，這些年，每次看見別人家的孩子承歡親下，我就想起錦城。這日子到底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？宗周在北方的事快辦完了，等他回來，錦城的身份或許就不用再瞞着徐婉了，我們也能跟錦城接觸接觸了。真的？明天我微服去書院看看他。8年了，也該給你了。
路上吃，今天第一天，别迟到了。本公子又不是3岁小孩，你今天别送我了。怎么，嫌我去丢人？我是怕你路上无聊，你不是整天念叨要逛街吗？正好祖母说要谢你，你陪她去，别跟着我。出发！这就是那个宗景城，听说才读了几个月就考了第10名，真的假的？他不是第1纨绔吗？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这一段哪位学子来谈谈理解？这些东西小爷倒着都能背下来。这位学子，天亮了。你是谁啊？宗景城，不得无礼！无妨，我只是好奇，大家都在听課，你怎麼在睡覺？他講的這些我都會了，聽了發困，不如睡覺。哦，都會了，那我考考你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，何解？不得志的時候要管好自己的品德修養，得志的時候要努力讓天下人都受益。你說的都是書上的見解，你自己的呢？我覺得這不是兩個選擇，是一件事的兩面。真正有抱負的人，無論窮達，都不會放棄對天下的責任。只不過窮的時候能力有限，只能先管好自己。這位學子平時都這般對答如流，宗景城天資聰運，過目不忘，確實難得。初次見面，沒什麼準備，這個送你，算是獎勵。這太貴重了，我娘說了，不能隨便拿別人的東西。不是隨便給的，是你憑本事掙的，收下吧。那謝謝伯伯。好好讀書，下次我來還考你。奇怪，這個伯伯怎麼有種想親近他的感覺？天哪，夫人，買了這麼多東西！別提了，我和娘出去逛街，但凡我眼睛在哪裡多停留一會兒，娘就要給我買下來。那可不，你為錦城那孩子掏了多少心，我買點東西怎麼了？又不值幾個錢。這都是夫人該得的，老夫人疼您，那是您的福氣。劉管家，你也跟着起哄。過幾日錦繡坊還有新雅事，我讓人先給你留幾匹料子，做幾身新衣裳。你年輕，就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娘，我櫃子裡的衣裳已經穿不完了。女人家的衣裳哪有嫌多的？太子殿下有令，遠洋侯府徐氏接旨。君跪下接旨。奉太子殿下口谕，遠洋侯府宗錦城天資聰穎，勤奮向學，於白鹿書院入學考試中名列前茅，實乃可造之才。其母徐氏教導有方，特賜上等文房四寶1套，錦緞10匹，白銀1000兩，以資嘉獎。欽此。太子嘉獎我？那小子今天不是去書院第1天嗎？他幹什麼了？背着我偷偷去給財神磕頭啦？臣婦領旨，謝太子殿下恩典。婉兒接旨。臣婦領旨，謝太子殿下恩典。侯夫人好福氣，太子殿下說了，宗小公子前途無量，夫人教導之功不可沒。娘，這什麼情況？太子怎麼會知道錦城？別問那麼多，太子殿下賞識錦城是好事，你只管收着，你的好日子在後面呢。
总觉得婆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。回来了。太子殿下的赏赐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今天有个伯伯来书院考了我几个问题，我都答上来了。他非要送我玉佩，我不要，他硬塞给我的。喏，就这个，说是奖励。我还没搞清楚他是什么来头呢。所以你就在課堂上睡着了，被人家抓了個正着。這你都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，在課堂上睡覺是對夫子最大的不尊重？就算書上的內容你都會了，也不能那樣做。行，知道了。可夫子講的實在太慢了，一句話翻來覆去講半天，我早就懂了，乾坐着也是浪費時間。那你可以自己看書或者寫文章，睡覺算怎麼回事？傳出去，別人還以為侯府的孩子沒教養。好了，下不為例行了吧？本公子今天累了，先吃飯。這小子越來越臭皮了。不過夫子講的內容他確實都掌握了，再這樣下去，確實是在浪費時間。看來得給他找一個更高階的夫子了。好不容易休假，大清早照就拉我出來，困死了。說好的獎勵你考上書院，別不知好歹。今天帶你出城塔清透透氣。塔清？那你帶了什麼吃的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駕！這些人怎麼了？今年黃河發大水，淹了好幾個州縣，逃難來京城的災民，少說也有上萬人，城門進不去，只能在外後等朝廷開倉放糧。朝廷不放糧嗎？放，但層層苛困到他們手裡的，也就夠吊着命。他們在那邊吃喝玩樂，城外的人連口粥都喝不上。臭小子，你之前可玩的比他們誰都歡。那怎麼能一樣呢？本公子可沒那麼過分。還真是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啊。喂，咱們能不能幫幫他們？你想怎麼幫？施粥，從明天開始在城外施粥。施粥要花銀子。這是我從牙縫裡攢的，不夠的話你再添點兒。這麼多，從牙縫裡攢的？你那牙縫可真夠寬的。你到底幫不幫？幫。明天開始，城外施粥用你的銀子。好。慢點兒，別燙着。謝謝小公子，謝謝。你是災民？怎麼不是？我老家也發大水了。你是哪個縣的？有官府發的難民憑證嗎？哎呦，你這小娃娃，管那麼多幹嘛？有粥就施，施了就別挑人。這粥是給吃不上飯的災民的，你要是能吃上飯，就別來搶。你們施粥的憑什麼挑人？我們也是窮人，捨不得就別在這兒裝善人。你們簡直豈有此理！是不是小爺不發威？啊！你確定？你聽我的。
来，給爺來一碗。呸呸！你這什麼意思？粥裡摻沙子，存心惡心人是吧？愛喝不喝，不喝滾蛋！你什麼破粥？吃不起就別吃，裝什麼大善人？勞煩小公子。小娃娃，這粥裡怎麼這麼多沙子？對，就是我故意放的，你愛喝不喝？都施粥，施的是善心，不是糟蹋粮食。你顽皮也要有個度，這不是存心作踐人嗎？你這娃娃心腸壞透了，老夫今天非拉你去見官不可。幹什麼幹什麼？我家公子是你能碰的，傷了我們家公子，你擔待得起嗎？好大的威風！天子腳下，光天化日，施粥摻沙子，還不讓人說？我往粥裡摻沙子是為了他們好。胡說八道，哪有給人吃沙子的道理？一看你就不懂，真正吃不上飯的災民，別說是沙子，就是泥巴他們也吃得下去。但是那些有飯吃的，厚着臉皮來蹭粥的，看見粥裡有沙子就不喝了。只有這樣，這鍋粥才能送到災民嘴裡，不然全讓那幫不要臉的搶走了，災民連口刷鍋水都喝不上。這位老伯，小公子說的是真的。昨天那幫人把粥搶了大半，我們好多人連口湯都沒撈着。今天有了沙子，那些人果然不來了，我們才喝上粥。小公子，是老夫錯怪你了。你們聽說了嗎？老院長遊學回來了，真的，就是那位3代帝師周巡周老先生，不止回來了，聽說他要收徒。收徒？老院長都10年不收徒了。我娘跟老院长的夫人是遠房親戚，前幾日老院長回來，我娘還特意帶着我去拜訪過。老院長還誇我學問扎實，說本屆學子中我是最有希望的一個。真的？那耀哥你豈不是已經內定了？也不能這麼說，不過嘛，反正輪不到那些靠關係進來的。你們說，天天上課睡覺，連夫子講什麼都不聽的人，也不知道是怎麼考進來的。回来，公子，他們說你，隨他們去。本公子要是跟一群只會嚼舌根的人計較，那我跟他們有什麼區別？自從夫人來了，小公子真的變了好多。以前要是有人敢這麼說他，早就擼袖子上去打了。幼稚！都起來，都起來！老院長遊學回來了，今日親自來書院巡視，都精神點兒，把衣冠整理好。公子，精神點，來的是大人物。大人物怎麼了？大人物就不讓人睡覺了？這不是施粥處那個骂我的老頭吗？都坐吧，老夫今日就是來看看你們學的怎麼樣。公子，坐啊！完了完了，我讓这老头喝带沙子的粥，還往鍋裡丟土，要是被徐婉知道了，指定要抽我。宗錦城到。在你看來，当今天下百姓過得如何？你要聽實話嗎？你說。我覺得不怎麼樣。你跟我出來一下。完了完了！快，宗錦城，趕緊跟院長出去。天哪，宗景之完了！他居然說不怎麼樣，這不是等於說當今聖上治國無方？我早就說了，哼，他這種草包沒什麼本事，偏偏還愛出風頭。現在好了，出到老院長面前去了。其實他說的也沒錯吧？最近城外了那麼多災民，確實過得不好。你懂什麼？災民是災民，朝廷不是已經在放山了嗎？
就是他当着老院長的面这么说，就是居心叵測。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们白鹿书院教出来的学生都跟他一样，对朝廷心怀不滿。你们说，老院长把他叫出去，会不会是要罚他？我看不止，他那个话，往小了说是口无遮拦，往大了说就是诽谤朝政。说不定，他馬上就要被除名了。怎麼，在施州處不是挺能說的？這會兒啞巴了？誰啞巴了？我就是還沒想好說什麼。哼，那就先別想，坐。哦。老夫10年不收徒了。聽說了。但老夫今天要破例了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不知道。因為老夫在他身上看見了一樣東西。什麼東西？不只是會讀書的腦子，是心裡裝着別人。老夫教了一輩子書，見過不少天資聰穎的孩子，有的當了官，有的做了學問，有的名滿天下。但真正能讓老夫記住的，不是那些最聰明的，而是那些心裡有百姓的。你在施州處做的事，老夫看在眼裡，這比你背100本聖書都管用。所以老夫願意收你為徒，你願意拜老夫為師嗎？學生宗錦城拜見老師。吉時已到，行拜師禮。老師，請用茶。從今日起，你便是老夫的關門弟子。為師送你4句話：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你記住了嗎？學生記住了。這是為師年輕時手抄的，跟了為師40年。今日送給你。學生定不負老師教誨。你家人為了你讀書，費了不少心思，去給他們也敬杯茶吧。祖父祖母請用茶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娘，請用茶。太子殿下駕到。上次送你的麒麟佩是見面禮，今日這方松紋古硯賀你拜師。好好讀書，莫辜負你老師的期望。多謝太子殿下。私下裡，你還是叫我伯伯吧。是，伯伯。這位太子殿下對錦城的態度未免太好了些。侯夫人，您到底是怎麼教錦城的？他現在居然這麼聽話。我家那個皮猴和他不相上下，我請了3個夫子都不管用。是啊是啊，您可有什麼秘訣？我們願意出銀子買。秘訣就在這2本書裡，這可是我和錦城的啟蒙夫子一起編寫的教科書。一個落地秀才編的書，也好意思拿出來賣？我看宗錦城就是運氣好。我兒子考上是運氣，那你兒子考不上是什麼？也是運氣？你好歹是侯府夫人，當眾賣書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哪裡上不得台面？太子殿下，侯夫人這2部書，錦城拿給本宮看過，做得不錯，著述精到。本宮會奏請朝廷全國發行。這位夫人還有異議嗎？臣婦不敢。徐夫人，不知可有閒暇，孤有要事相商。劉管家，我是徐婉的繼母，我們代表尚書府來給婉兒和小少爺的拜師禮道賀。請稍後，容我通禀。慢着，我記得
我没請你们吧？小公子今日拜师大喜，我们怎么能不来呢？好歹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我娘在尚书府每天吃酸果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既然来了，就坐那儿吧。侯府没给你们发帖子，自然没好位置，将就一下。小公子说笑了，爱坐不坐，不送。娘，忍忍。徐婉这个贱人，肯定是故意叫这小混蛋来吓我的脸。等着瞧，待会儿有他哭的。殿下有何要事？但说无妨。徐夫人，你可知道锦城的身世？锦城是我夫君宗兆的儿子，远阳侯府的嫡长孙。不，他是本宫的儿子。殿下说什么？8年前，本宫与太子妃喜得一子，孩子却日日啼哭。方丈，小儿夜夜听哭不止，太医束手无策。请您看看，可是冲撞了什么？殿下，小殿下的命格贵重非凡。贵重，那是好事啊。但凡命格过于贵重之人，幼年时必定多灾未难。好比一棵树，根还没扎穩，枝叶就过于繁茂，風一吹就倒。小殿下如今便是如此，他的命格太重，這個凡胎肉身承受不住。那怎麼辦？只有將他養在尋常富貴人家，以尋常身份成長，方能平安渡劫。改名換姓，寄養他處，那要養到什麼時候？18歲，18歲之前不可入東宮，不可認親生父母，否則恐有性命之憂。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？殿下，老衲不會拿小殿下的性命開玩笑，這是唯一的生路。一個命格過硬、福澤深厚的人家，太輕的壓不住小殿下的命格，太重的小殿下又受不住。老衲推算過，遠陽侯府正合適。宗兆，正是。小侯爺宗兆命格剛硬，又與小殿下有緣。若將小殿下寄養在他名下，以侯府嫡長孫的身份長大，可保平安。所以，錦城是殿下的嫡長子。是，本宮今日告訴你，是因為你把錦城教得很好，本宮和太子妃感激不盡。殿下折煞我了。本宮今日告訴你，並非要帶走錦城，方丈批命，他18歲之前不能回東宮，這些年還要勞煩你繼續教養他。合着這才是最大的老闆，管着侯府還不夠，還得替太子養兒子。臣婦定不負殿下所託。另外，今日還有一件事，算是本宮給你的驚喜。老夫人，求您成全。草民與侯夫人兩情相悅，他在尚書府時便與草民私定終身，臨出閣時他卻被逼嫁來侯府，我們被迫分離。這是我和徐氏相通的證據，帕子上繡着他的名字，還有一支青竹，他說竹子高潔像草民的品格。老夫人，草民斗膽，求您放婉兒出府吧。這繡工倒真像是大家閨秀的手筆，莫非真有此事？還有這隻銀簪，也是徐氏送給草民的定情之物。他說他在尚書府不受寵，沒有金銀珠寶，只有這隻銀簪是他生母留下的，送給草民做念想。老夫人，草民不求別的，只求您開恩，放他與草民雙宿雙飛。成了，這回看他怎麼脫身。娘，您這招太狠了，銀簪和帕子都是您從尚書府偷偷拿出來的吧？那個賤人的生母留下的東西，我一直留着，就等今天。侯府再大度，也容不下這種醜事。你說的這些可有憑證？空口白牙，就想污我侯府夫人的名聲。
草民对天发誓，句句属实。老夫人若不信，可問徐氏继母柳夫人。这婉儿她当年确實與這位公子走得近了些，臣婦以為只是尋常往來，沒想到竟出了這等醜聞，是臣婦管教不嚴，臣婦有罪。就是你啊！俊成，你放屁！我娘才不會！哪兒來的狂徒，敢污我夫人的名聲？趙兒，爹，这是我的夫君。